至圣先师孔子，孔丘。公元前551年9月28日，鲁襄公念一年。鲁国邹邑，今山东曲阜市南兴镇。逝世公元前479年4月11日，鲁哀公16年，享寿71岁。鲁国别名孔左，时代春秋时代，地区中国，学派儒学，主要领域伦理学、社会哲学，著名思想儒学受影响愈显示。孔丘，前551年9月28日，前479年4月11日，子姓，孔氏，名丘，字仲尼，后代竟称孔子或孔夫子。生于鲁国邹邑，祖先为宋国人。东周春秋末期，鲁国的教育家与哲学家，曾在鲁国担任官府要职。孔子为儒家创始人，其思想对邻近地区如朝鲜半岛、琉球、日本、越南、东南亚等有深远影响。此等地区也被称为儒家文化圈。家系与出生。孔子为鲁国人，元祖是殷商王室。武王克殷后，他的祖先分封到宋国，其16世祖是殷商帝乙，15世祖为宋国第2任国君宋公仲，12世祖是宋前闵公，11世祖夫妇和让位给弟宋立公，拜为宋国上卿。7世祖孔父嘉是宋国大夫，曾为大司马，在宫廷内乱中被杀。孔父嘉子穆金父避灾逃到鲁国的邹邑定居，做鲁国的大夫。孔子的父亲叔良哥居于鲁昌平乡邹邑，为邹邑大夫。叔良哥与原配施氏连出9个女儿，他望子心切，于是续娶一妾，得一子名孟皮，却脚有残疾。叔良哥在72岁时3度娶妻，娶了18岁的颜征在。由于婚姻不合理制，被史书称为野合约。在鲁襄公念2年，公元前551年，生下孔丘。颜征在曾私下至泥丘山祭祀泥丘山神以求子，故取名丘，字仲尼，仪容孔子生而手上为鼎，而孔子名丘，即是来源于此的说法。而唐朝司马真认为为颜乌，鼎因鼎，为鼎言鼎上于也，故孔子鼎如反语。反语者，若乌语之反，中低而4磅高也，即孔子头顶中部有凹陷。清朝陈立相信此说，是孔子手形像丘，4方高，中下，故名丘焉。史学家钱穆在《孔子传略》中也持此说。孔子身高9尺6寸，据中国度量横条，西周1尺约19.1公分，8寸为1尺，则孔子身高约186公分。战国时期为1尺23.1公分，10寸为1尺，则孔子身高为221.76公分。以鲁尺当遵循周礼而言，则孔子世家所载之9尺6寸，当为186公分，被后世称为常人。这是孔子父亲的遗传。据《左传》襄公10年曾记载，孟献子曾称赞孔子父亲叔良哥能力举城门，说这就是《诗经》所说的像老虎一样有力气的人。早年教育。孔子早年生活极为艰辛，他说：“吾少也见，故多能比试。”孔子3岁时，叔良哥去世，葬于鲁国东部的房山。孔母为将墓的所在地告诉孔子，颜氏移居曲阜阙里，将其抚养成人。幼年的孔子常将祭祀用的礼器、祖豆摆设起来，练习行礼言礼，作为一种游戏。孔子的母亲在他17岁时去世，孔子希望将父母合葬。为了打听父亲葬处，他将母亲关并停于路口五父之渠，向路人打听。后孔母的邻居曼父之母告诉孔子叔良哥的墓处，孔子这才将父母合葬于房山。第2年，孔子在为母亲守丧时，季孙氏宴请是1级的人，小事。孔子前往，不想却被季孙氏家臣杨虎训斥并拒绝。但后世学者多怀疑此事有伪。19岁时，孔子为鲁国贵族季孙氏做文书、韦吏和成田等小吏，管理仓储和畜牧，娶宋人齐官氏为妻。第2年，齐官氏生子，鲁昭公派人送礼于表示祝贺，该子便名为孔鲤，字伯鱼。孔鲤先孔子而死，有一父子孔吉，字子思。23岁时，孔子开始在乡间收徒讲学，学生有颜由、颜回之父曾点、曾参之父冉耕等。鲁昭公17年，韩国国君谭子访鲁，谭子博学多才，27岁的孔子慕名拜见。韩愈师说有语，孔子师谭子。孔子先后问礼于老聃，学古琴于石襄子，访乐于长虹。大约30岁左右，最初的一些弟子来到孔子身边，
死后，孔子一直从事教育事业，他广收门徒，相传弟子3000，贤人72。他首倡有教无类及因材施教，成为当时学术下仪、私人讲学的先驱和代表，故后人尊为万世师表及至圣先师。是其35岁时，鲁昭公被鲁国掌权的三桓季孙氏、叔孙氏、孟孙氏击败，逃到齐国。孔子便离开鲁国到齐国，为高昭子家臣。孔子曾与齐太师谈说音乐，闻习韶乐之甚美，3月不知肉味。齐景公问政于孔子，孔子说：君君，臣臣，父父，子子。齐景公说：善哉！信如君不君，臣不臣，父不父，子不子。虽有粟，无得而食诸。他日又问政于孔子，孔子说：正在劫财。景公想封孔子为尼西田大夫，遭齐相国晏婴进言劝阻。晏婴认为孔子会干扰齐国的文化。后来得知齐大夫想害孔子，景公没有办法，只好辞退孔子。孔子则重回鲁国，据图讲学。出仕鲁国鲁定公9年，51岁的孔子仕鲁，初为中都宰，中都为今山东汶上县。1年后做季孙氏司空，再升为鲁国大司寇，期间行摄相事。鲁定公10年，鲁定公与齐景公会于甲骨，孔子成功说服其归还侵占鲁的汶阳等地。鲁定公13年，孔子为重新确立鲁公氏的权威，策划实施挥三都的政治军事行动，希望能够削减三桓的实力，于是先剁叔孙氏之后，再剁季孙氏之废，后没能围攻孟孙氏成邑，功败垂成。鲁定公14年，孔子诛杀鲁大夫乱政者邵正卯，但有看法认为邵正卯事件是受到法家思想影响的后世学者所杜撰。由于孔子治下鲁国颇有起色，引起齐人警惧，齐大夫离除社稷。相鲁赠送女乐文马，使鲁定公不问朝政，必让孔子与鲁定公、季桓子等人之间在道德与政策上的分歧难以弥合，最终孔子去鲁侍卫。周游列国。离开鲁国以后，孔子率众弟子周游列国，辗转于魏、曹、宋、郑、陈、蔡、叶、楚等地，然而均未获重用。期间，在匡、宋、蒲等地，孔子一行多次被困遇险。刘魏期间，孔子到了魏国，在前往陈地时，途经匡城，严客举策指着郭外缺口说：昔无入此，有彼缺也。因孔子身材高大，被匡人误以为是鲁国的养虎，而遭围捕。子路感到愤怒，夺戟准备交战，但被孔子阻止。过程中，孔子曾与颜回失散，一度以为颜回已死。卫灵公提供孔子与士鲁士同等的俸禄。居住一段时间后，遭人污产而离开。孔子在蒲城滞留几个月后返回魏国。卫灵公夫人南子非常想见孔子，并派人逼孔子去夜见他。孔子不得已就去了，脸朝着北面，低头俯地，不敢正视他。他依于帷幕中在拜孔子。子路得知南子见孔子之后，为此事甚感不满。孔子心里明白，便对住子路向天发誓说：我如果做了错事的话，就让老天处罚我吧。数月后，卫灵公与夫人南子同车，孔子为次，其余官员在后，招摇游视而过。孔子对此事引以为耻，严客问有何耻辱，孔子感叹：我还从未遇见过好德胜过好色的人啊，便离开魏国。过宋之危，孔子到了宋国以后，在大树下和弟子洗礼。宋司马桓颓欲杀孔子，将大树拔除。弟子打算尽速离去。孔子说：上天给了我德行，桓颓能把我怎么样呢？相失于郑孔子在郑国时，与弟子失散，孔子独自站立在外郭的东门。有人告知子贡，东门有人的额头像尧，脖子像高陶，肩膀像子产，腿长比羽短了3寸，但狼狈的像丧家之犬。弟子终把孔子寻回，并将此话告诉孔子。孔子欣然笑曰：形容我说像那些圣贤的样貌，还在其次，但说我像条丧家之犬，真的讲得很对，很对。受困陈蔡周晋王31年，鲁哀公6年，前489年，壬子，吴伐陈，楚伐蔡之际，楚昭王派人聘请孔子，孔子随即出发。陈、蔡大夫惧怕孔子为楚国所用，便将孔子围困在陈、蔡野外，孔子等人不得行。绝粮7日，许多弟子病倒不起，弟子中多有不快者，孔子仍旧讲诵不绝。后来派子贡至楚，楚昭王兴师迎接孔子。
孔子在楚国期间，楚昭王一度想封给孔子700里土地，令尹子熙以孔子手下人才济济，如果获得封地，将来会威胁楚国统治为由劝阻了昭王。晚年颠沛流离，凡14年，前484年，年近70岁的孔子被季康子派人迎回鲁国，尊为国老，但未受鲁哀公的任用。这段期间，孔子专注于教育和古籍整理。前483年，独子孔鲤先孔子而死。前481年，颜回先他而去世。孔子有所感慨：昔从我于陈蔡者，皆不及门也。哀公14年夏，齐国陈恒是齐君。孔子斋戒沐浴3天，向哀公恳请伐齐。哀公让他去问季孙氏。后孔子向季康子请求出兵，结果遭到拒绝。公元前479年3月9日，鲁哀公16年4月己丑日，儒略历3月9日，格里历3月4日，夏历2月11。孔子逝世，享寿71岁，被葬于曲阜城北的泗水岸边。众弟子为其服丧3年，子贡为孔子守坟6年。回首一生，孔子说：吾十有5而志于学，30而立，40而不惑，50而知天命，60而耳顺，70而从心所欲，不逾矩。理念思想方面，人的人生哲学，孔子会针对不同的弟子与不同的时机来讲述人，因材施教。大致来说，孔子的人就是曾子所说的忠恕2字而已。孔子又说：刚毅、木讷、近人、巧言令色。先以人在告诉我们，人道就是真诚踏实，切忌浮夸不实而违逆正道。子贡有一次问孔子：如有博施于民，而能济众，何如？可谓人乎？孔子说：何事于人，必也甚乎？尧舜其犹并诸。夫仁者，己欲立而立人，己欲达而达人。能进取辟，可谓人之方也已。孔子告诉子贡，行人不必好高骛远，从自身做起，再推己及人。专孙师志向太高，孔子认为他的个性可能流于偏激，所以孔子告诉专孙师行人的方法有5道：公、宽、信、敏、惠。公则不侮，宽则得众，信则人任焉，敏则有功，惠则足以使人。孔子告诉专孙师行人要从严以律己，宽以待人助手。对于自己的修养要严谨，对待别人则是恭敬宽容，又能厚待别人，如此才是行人的方法。颜渊是孔门弟子中的模范生，孔子曾称赞他其心3月不为人。孔子只希望他能用礼来进一步约束自己就可以了。论语颜渊一章，颜渊问仁，子曰：克己复礼为仁。一日克己复礼，天下归仁焉。为人由己，而由人乎哉？颜渊曰：请问其目。子曰：非礼勿视，非礼勿听，非礼勿言，非礼勿动。颜渊曰：为虽不敏，请师思于矣。冉雍品德优良，又有政治才干，曾任记事宰。当他问人时，孔子说：出门如见大兵，使民如承大祭，己所不欲，勿施于人。在邦无怨，在家无怨。孔子的回答比较偏向政治层面。孔子告诉冉雍行人的方法就是待人恭敬，使民宽爱，如此一来，大众对你都没有怨恨，就是行人正。司马牛言多而躁。当他问起孔子什么是仁，孔子告诉他：仁者其言也，任皆是慎言的重要。当子贡问仁时，孔子用比喻的手法来告诉他已有辅仁的重要。公欲善其事，必先利其器。居士邦也，是其大夫之贤者，有其事之仁者。孔子又谆谆告诫我们：当仁，不让于师，无求生以害人，有杀身以成仁，以及君子去仁，恶乎成名。君子无忠实之间为人，造次必于事，颠沛必于事。部分思想的弊端。孔子思想的核心是仁和礼。仁者爱人，己所不欲，勿施于人。但是这种人是有等级的，礼指的是周礼，这种礼是分为天子、公、侯、伯、子、男等不同等级的人使用的物品。礼一，音乐皆有各自使用的方法，不能逾越。孔子认为贵贱有序，亲疏有别，君君臣臣、父父子子的关系是恒定的，不可打破。礼的社会秩序里就是节制，宋明儒者也解作礼。司马迁《太史公自序》有：礼以节人，乐以发和。我们来看孔子对于礼的阐释，《论语泰伯》，子曰：恭而无礼则劳，慎而无礼则喜，勇而无礼则乱，直而无礼则绞。礼也是真情，
而且在上位者必须作为人民的表率。所以孔子接着说：君子笃于亲，则民心于仁；故旧不移，则民不偷。礼不是浪费铺张，而是真情流露，宁愿节俭简陋，也不奢侈浮夸。论语8佾，临方问礼之本。子曰：大哉问！礼，与其奢也，宁俭。丧，与其义也，宁戚。论语阳货。子曰：礼云礼云，玉帛云乎哉？乐云乐云，钟鼓云乎哉？礼是对天地万物的尊重，即由对礼法的好问来表达自己对于天地的敬意。论语8佾。子入太庙，每事问。或曰：孰谓邹人之子之礼乎？入太庙，每事问。子闻之曰：是礼也。君子与小人，君子与小人虽然是以身份地位区分开来的，但孔子不认为这是唯一的差别，更重要的在于修养和境界。对此，孔子有很多说明，如他说：君子中庸，小人反中庸。中庸不偏不倚，无过不及，是修养的最高境界，同时也是方法，有着丰富而精微的内涵，并提出君子正其衣冠，尊其瞻视，俨然人望而畏之，思不亦微而不猛乎的说法，表示端正服饰是君子的重要大事。近100年来，不少人反感于中庸，大概是将它误解为同流合污、昧视自视、毫无原则的伪君子行径。其实这样的相怨也正是孔子所深恶痛绝的。他说：相怨，得之贼也。他认为，如果不能达到中庸，狂倦是次好的境界，毕竟狂者进取，倦者有所不为。孔子又说：君子喻于义，小人喻于利。君子博学于文，约之以礼，亦可以服派以夫。至圣文则也，文圣至则始，文质彬彬，然后君子。君子坦荡荡，小人长戚戚。君子食无求饱，居无求安，敏于事而慎于言，就有道而正焉，可谓好学也已。君子道者3：仁者不忧，知者不惑，勇者不惧。君子不以言举人，不以人废言。君子泰而不骄，小人骄而不泰。君子固穷，小人穷斯滥矣。君子周而不比，小人比而不周。君子和而不同，小人同而不惑。君君臣臣父父子子。教育方面，孔子主张育德为先，后以全面发展之于道，据于德，因于仁，游于义。行有余力，则以学文。有教无类，人都有受教育的权利，因材施教，了解学生根据不同的人与个性，进行恰如其分的教导，不愤不启，不悱不发。举一隅不以3隅，反则不复也。实事求是，知之为知之，不知为不知，是智也。知行合一，学而不思则罔，思而不学则殆。学以致用，知百工居肆，以成其事。君子学以知其道。哲学方面，孔子提倡中庸之道。中庸就是以中为用的意思，意义就是折中、平衡，不偏不倚，利解片面，乐而不淫，哀而不伤，温而利，威而不猛，全变。孔子强调直中，但并不指你强调不要顽固，可以变通。可与利未可与权，不得中行而与之必也，狂倦乎？狂者进取，倦者有所不为也。政治方面治理，孔子怀念周公，欲从周礼，希望其一变之于鲁，鲁一变之于道，主张德治与礼治，用礼乐教化治理国家，政令刑罚居次，遵循尧舜之道，效法周文王、周武王之治。经济，孔子维护西周的井田制，反对季康子的以田赋，展现了保守的立场。宗教观，孔子倾向不可知论或者理性主义。孔子对宗庙中的祭礼很有研究，当作一种社会礼节来从事，但反而对宗教不太涉猎。最有名的一句是“子不语怪力乱神”，其他还有“天何言哉？四时行焉，百物生焉，天何言哉？敬鬼神而远之，未能是人，焉能是鬼？”所以目前一般认为孔子相信或许有鬼神，但更注重现实，认为不用讨论鬼神。但孔子对天神也没有否定。孔子说过：“鬼神之为德，其圣也乎？犹或罪于天，无所导也。天生得于宇，环颓其如与何？可知其为宿命论者，犹不知天命，无以为君子。”可知孔子是天命论者，可能认为有一个人格天的存在。也有解释为孔子几乎是无神论者。所谓的获罪于天，只是说犯下滔天大罪，并不指得罪上天。天生得于宇，
环颓其如与何？只是认为自己是正义而必胜。所谓的天命，只是说崇高的使命而已。鬼神之为德，其胜以乎？是告诉弟子们祭祀的意义。且孔子在《论语》中多次不愿讨论鬼神的作为，可能接近无神论。但孔子因为时代因素等，并不愿直述。孔子在曲阜孔林内的墓地，墓碑上书“大成至圣文宣王”。喜欢我们的内容，请按赞、订阅、加分享。